这个正在被疯狂追杀的黑人，曾是纽约市的传奇黑帮教父，刚出狱不到1年就和黑手党5大家族闹翻，结果被硬生生追杀了3个月。但黑帮教父可不是白叫的，直接和手下反杀了一众杀手。帮叔已经杀红了眼，不断鞭尸着杀手。Hello， 大家，我是约翰，哈林教父第2季为你献上。帮叔开车勉强逃过追杀，停在了一栋破旧房屋门前，手下纷纷出来接应。而在汽车的后备箱里，还躺着一个手脚被绑的黑人。黑人用法语表达着不解，而帮叔绑架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5大家族的毒品进口。这黑人外号叫98，是一名制毒师，他的老板是法国人老让，专门给黑手党提供毒品货源。而帮叔的目的就是找老让谈谈。经过一番逼问后，帮叔给分开3个月的老婆打去电话，这每天的提心吊胆已经快把帮叔给弄疯了。他要进行反击，或者说是改变目前的局面，而一旦不成功，落个生死的下场。帮叔希望老婆梅密能够把他真实身份告诉给小女儿。林荫大道内，文斯特对再次追杀失败感到失望，欧尼不可避免的又被挖苦了一番。第2天，禁言期限已满的马尔科姆又回到了清真寺。短短的几个月，马尔科姆脸上出现了唏嘘的胡渣子。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当初离开时的怨恨，在时间的磨合下早已消失不见。他迫不及待的要重回真主的拥抱。然而当下的清真寺是上校在负责管理，在没有接到圣徒的批准前，马尔科姆的禁言依旧存在。此前，马尔科姆给圣徒写过几封信，但一直没得到回应。而上校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圣徒正在被婚外情丑闻所牵制。听到这，马尔科姆坚决认为这是白人对圣徒的恶意重伤，即便是真的，马尔科姆也会为圣徒辩护。带着这个解除禁言的新希望，马尔科姆回到了家里，他的老婆贝蒂已经带着孩子搬了过来。只是在没有回归清真寺之前，马尔科莫实在没心情关爱家庭。另一边，被打了一顿的98带着帮叔去见了老让。碰面之后，帮叔开门见山，希望老让能做自己的独家供货商。用帮叔的话讲，自己认识其他城市的黑人老大，有他牵头，销售渠道可以顶得上10个哈林区。这一番话确实很有吸引力，但老让也不傻，你一个被追杀的过气老头，还跑到这里吹什么牛呢？在黑手党和帮叔之间，老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黑手党，而被拒绝的帮叔也没多说，他只是告诉老让，这供货商的事他一定会做成。帮叔的自信把老让看傻了。很快，老让和5大家族碰了面，在收取定金的同时，老让把这事说了一下，还顺便抱怨了一下黑手党的追杀能力。由于负责这事的是文森特、香蕉桥等人，自然是趁机嘲讽了一番，这把文森特给气的。这时欧尼过来报告，说是手下发现有个穆斯林女孩在给一个破旧社区送食物，那里8成是帮叔的藏身处。听完这些的文森特立马向其他人保证，会马上干掉帮叔。夜晚，帮叔的藏身处又来了一个黑人，他叫山姆，是东海岸偷车团伙的头目。帮叔请他过来，是想抢走老让的毒品。据了解，老让把毒品藏在汽车，再通过港口入境，而帮叔已经通过贿赂海关得到了车牌号。在利益的诱惑下，山姆答应了合作。另一边，自从特斯拉的小男友泰迪死后，为了防止斯特拉自杀，文斯特2口子就一直不敢让斯特拉出门，但这可把文斯特老婆给折腾坏了。送饭的时候经常会被打出来，又挨了一次揍之后，文斯特老婆说啥也坚持不下去了。为此，文斯特把弟弟找了过来，让这位牧师去劝劝斯特拉。牧师弟弟很明白这种情况，这被关屋里3个月，放谁也受不了啊。于是牧师弟弟就建议让人带着斯特拉出去溜溜，至于自杀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毕竟3个月过去了，要是想死的话也早就死，那找谁去赔呢？思来想去，文斯特把这活安排给了欧尼。虽然斯特拉现在很怨恨欧尼，但这些人里面也就欧尼和斯特拉比较熟悉。与此同时，在华盛顿躲了3个月的鲍威尔，趁着周日布道的机会，又回到了哈林区。他想念这里的一切，因为这是他的政治根基。而为了不被警察抓走，鲍威尔已经同意和钱婆再度协商。餐厅里，伊丽丝和马尔科姆聊了一会儿，看到管事的上校，马尔科姆充满了鄙视。这上校就是个傻子，当初抢劫保险箱的时候，因为把烟落下了，这上校就又回到了犯罪现场，结果被逮个正着。这种人即便是受了真主搭救，也一样成不了大事。马尔科普的调侃引得伊丽丝一阵大笑。没过多久，打包食物的伊丽丝来到了帮叔的藏身处，而这一切则被黑手党的人看了得清清楚楚。房间里，帮叔一边吃饭一边和梅密通话，听到小女儿的声音，帮叔把电话递给了伊丽丝。房间外，2名黑手党杀手出现，他们一上一下摸向藏身处。底层巡逻的黑人小弟成了第一个送命之人，但在干掉顶层望风的眼线时，杀手不得已开了几枪，枪声瞬间传到帮叔等人耳中。在让伊丽丝躲进浴室后，帮叔和大黑分开隐蔽。
the cage, a beast from the jungle. When you make it out the struggle like this, it's hard to be humble. I step with the best of them, step before the rest of them. Send the C-suite to the king, but make a mess of them. The Lord keep blessing them. 随着帮叔几发确保死亡的补枪，针对他们的暗杀也被直接化解。此时马尔科姆正在家里翻看《古兰经》，他要从教义中寻找到替圣徒辩解的依据。只是这一做法让妻子贝蒂有些不太理解，因为这会让那些指控的少女得不到正义的降临。另一边，欧尼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文森特家。在进去找斯特拉之前，文森特的老婆还让欧尼喝点酒壮胆。显然他们把斯特拉当成了什么怪兽。深吸一口气，欧尼走进了房间。让人意外的是，斯特拉语气特别温柔，完事还招呼欧尼到身边坐下。可越是如此，欧尼就越是害怕。小伙子眼睛都不敢看斯特拉，结果这一个没注意，腰上的枪竟被斯特拉抢了过去。这要是让斯特拉自杀了，欧尼指定也活不成。小伙子急眼了，噼里啪啦把斯特拉一顿臭骂，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要死就死远点。看着紧张的欧尼，斯特拉不由得笑出了声，他只是在吓唬对方。餐馆里，鲍威尔和钱婆碰了面，初步达成的协议是鲍威尔道歉外加赔偿4万块，这基本上已经是鲍威尔的全部身价了。心疼钱之余，鲍威尔要求钱婆除了撤销诉讼外，还不得对外宣扬此事，清真寺里，马尔科莫把辩护依据交给了上校，这使他重新赢得圣徒信任的希望。而让人意外的是，上校一改之前找茬的态度，居然就之前的矛盾道了个歉。马尔科姆不明白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既然道歉了，那就安心接受吧。但转回头，上校就给圣徒打了电话，他表示马尔科姆相信丑闻是真的，而这送来的辩护就是证据。显然上校又阴了马尔科姆一手。码头上，帮叔安排的偷车团伙已经就绪，而帮叔有恃无恐，一边优雅地刮着胡子，一边等待着手下带来捷报。没过多久，毒品的主人老让也得知被抢，立马接受安排和帮叔见了面。帮叔提出归还条件，一是双方合作，二是帮忙给黑手党施压，以取消对帮叔的追杀。由于毒品丢失会引起黑手党的报复，老让不得不同意帮叔的条件。夜里，帮叔与老让出现在了五大家族的面前。这刚一见面，文森特就把枪掏了出来，但帮叔讲话了，自己要是死在这里，那500公斤的毒品就会彻底消失，这成了其他家族老大的软肋。毕竟对他们来说，和帮叔本身没什么大仇，与其杀一个过气老头，还不如拿回毒品多赚点钱。最终在多数人表决的情况下，针对帮叔的追杀就此结束。而看着离开的帮叔背影，文森特气的是牙都痒痒。当然帮叔肯定是十分高兴，他终于又可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而文森特实在无法接受，他又打起了糟糕的算盘。次日，平静的街道上，一个人影快速跑进路边的汽车，紧接着不远处响起一声爆炸，浓浓黑烟直上云霄。这是黑手党搞出来的炸弹袭击，而被摧毁的地方就是黑人帮派的彩票投注站。看着废墟与灰尘，文森特开心极了。而另一边，帮叔和毒品头子老让碰了面。对于文森特的做法，帮叔就当是取消追杀的副作用。他这次找到老让，一方面是安排归还毒品的事，另一方面则是商量新的合作。正如之前所说，帮叔认识其他城市的黑人帮派，综合销售能力堪比10个哈林区，所以帮叔想从老让这近3000公斤毒品，这可是五大家族的6倍之多。老让听完当时就傻眼了，虽然挣的会很多，可老让没敢答应，因为这些毒品的原料是西西里黑手党提供的，而提供原料的条件之一就是只能把毒品卖给美国的黑手党。老让的拒绝让帮叔决定找一个意大利人合作。夜晚，帮叔叫来了几个城市的黑人帮派，他把团结一致的前景介绍了一下。大体上，帮叔还是会和黑手党合作，不过黑人帮派要翻身立于主导地位了。几个黑人老大听完都没啥意见，毕竟合作之后，他们进毒品的价格会降至60%。清晨，马尔科姆在参观里和没改名也没成为拳王的阿里通知电话，过几天阿里将会和外号大魔王的索尼利斯顿打一场重量级拳王比赛。而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阿里邀请马尔科姆过去观战。本来专注于回归的马尔科姆是不打算过去了，但转念一想，这或许是他重新赢得圣徒信任的方式。林荫大道里，文斯特正不停地击打着沙包。关于拳击比赛，文斯特与众人一样都看好卫冕拳王索尼。而说到目前的帮派形势，文斯特则打算在收回那500公斤毒品后继续针对帮叔。这个提议引来了弗兰克和香蕉桥的反对，两人都不看好继续打架的未来。尤其是最近，鲍威尔找来了一个检察官，说是要专门对付五大家族，这种时候肯定是越老实越好。弗兰克两人的反对让文森特有些烦躁，他知道有喘息机会的帮叔会是个大麻烦。说到鲍威尔这边，
检察官是从华盛顿请来的眼镜男，诉讼战绩97次全胜。别看他瘦瘦高高弱不禁风，日后却是纽约市的传奇检察官。眼下两人正在商量对付黑手党的策略。检察官觉得应该找个线人从内部出击。正说着，梅米突然打来电话。几个月前，鲍威尔曾答应让梅米负责选民登记协会，但今时不同往日，继任总统让鲍威尔帮忙搞定周边的选票，而一心打击黑手党的鲍威尔自然不想承认梅米与帮叔的关系，免得自己在拉选票时出现负面影响。所以浅谈几句的鲍威尔拒绝了梅米的邀请。挂断电话后，鲍威尔琢磨了一下，检察官的线人策略或许能够让帮叔来做。此时帮叔和弗兰克正在下棋。虽然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弗兰克同意让黑手党追杀帮叔，但说到底，弗兰克压根就没生帮叔的气。那个被杀的黑手党成员，弗兰克本身就看不顺眼。不仅如此，对于帮叔偷抢毒品的手段，弗兰克也只有佩服。闲谈中，帮叔提到了自己正寻找伙伴的事，他想拉弗兰克合作，但作为一个退休老大，弗兰克没有实权，而且岁数也大了。弗兰克不想为这事和武大家走的人闹别扭。弗兰克的拒绝让帮叔没了主意，思来想去，好说话的也只剩下香蕉桥了。然而对于香蕉桥来说，如果西西里黑手党都不愿和帮叔做交易，那他是不会出面做这个担保的。况且这还会引起文森特的不满，要是再起冲突，香蕉桥属实吃不消。另一边，马尔科姆带着家人来到了拳击比赛现场，他见到了阿里，但还没来得及开心，圣徒就和阿里说了一些马尔科姆的坏话，完事还让阿里远离马尔科姆。这一做法让阿里犯了难，一面是教会圣徒，一面是精神导师，如何权衡成了阿里的心头病。当马尔科姆去观看阿里训练时，拳击教练不免抱怨了一番，因为这种状态会让即将比赛的阿里分心。听到这，马尔科姆不由得有些愧疚，他意识到自己想利用阿里的做法有些过于自私，为此他决定在比赛前不再和阿里碰面。再说回来，鲍威尔正在和总统通话，这时梅米闯了进来。聪明的梅米也猜到鲍贝尔的难处，但他希望鲍贝尔能够明白，哈林区的居民是需要帮叔的，恰如他们需要鲍贝尔一样。梅米的话让帮舒尔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帮叔则来到了自己的化工厂，这里正在被调查局搜查。帮叔虽不害怕，但看着领头的是个陌生的检察官，他多少还是有些紧张。检察官递给帮叔一份豁免协议，他可以让帮叔免去犯罪处罚，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甚至还允许帮叔保留现有生意，而条件是在参与黑手党违法活动时，调查局能通过帮叔来取得证据。听到这的帮叔当时就拒绝了，这不就是让自己当告密者吗？那肯定不行啊。可检察官就换了个思路做了解释，这不是告密，而是在消除竞争。检察官就相当于帮叔的合作伙伴，如此说法让帮叔哑然失笑。回到家之后，帮叔和梅密谈起此事，他并不打算接受检察官的建议，现在还可以找意大利人合作为主。梅密听完所有的选择，觉得可以去找死对头文森特。虽说他们俩之前打得不可开交，但用点手段的话，没准真能合作。梅密的话给帮叔提了个醒，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讲到这里的帮叔当即去见了文森特，看着恨不得撕碎自己的小白胖子，帮叔表示自己和鲍威尔有关系，能够了解到调查局对黑手党的调查情况，简而言之就是能够帮助文森特躲避调查局打击。可不等这话说完，调查局的人突然闯了进来，他们要对这里进行搜查，同时还要以贩卖毒品罪名逮捕帮叔。看着眼前的一切，文森特在害怕之余还不忘嘲讽落网的帮叔，但帮叔却表示自己有关系，一会就能出来。而离开文森特这没多久，调查局团员就给帮叔解开了手铐。原来这调查局团员是假的，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吓唬文森特，这样才会让文斯特意识到调查局的威胁，从而重视帮叔的提议。另一边，欧尼又在和斯特拉逛街，闲聊中，斯特拉了解到杀死泰迪的副手被文森子调去了别的城市，这辈子估计是见不到了。但斯特拉对此并不觉得解气。没过多久，他见到了泰迪的母亲，痛苦了3个月，他想求得泰迪母亲的原谅。而尽管泰迪在世时，泰迪母亲对斯特拉态度并不好，可面对如此深爱自己儿子的女孩，泰迪母亲也很难再去苛责。夜幕降临，梅密和伊丽丝坐在电视机前准备观看即将开始的拳击比赛。这时鲍威尔登门拜访，也许是梅密之前的言论打动了鲍威尔，这次过来，鲍威尔同意让梅米负责选民登记。欣喜之余，梅米便邀请鲍威尔一同观看比赛。比赛现场上，马尔科姆去休息室见了阿里，为了打消阿里的焦虑，马尔科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阿里则决定将圣徒的话放在一边。没了这些影响，两人利用剩下的几分钟做了一次虔诚的祷告，他将会给阿里注入新的力量。与此同时，帮叔和文森特又约了一面。正如之前所说，文森特确实被吓坏了，所以同意了和帮叔的合作。但在合作之前，两人得为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伴随着阿里的获胜，帮叔和文森特也停了下来，两人都累够呛，尤其这还下着雨，
最后合作以平分收入正式达成。帮叔把死对头发展成了合作伙伴，也是他过人的迷人能力之一。某日凌晨，黑人男孩偷拿了一个苹果，结果被警察一顿暴揍，其他想劝阻的黑人也被打得头破血流。这种事在美国十分常见，尤其是在60年代以前，种族隔离的风气尚有留存，黑人被恶意对待的事情自然是屡见不鲜，而这一直是困扰美国多年的社会问题。之前，帮叔和文斯特抛开成见，最终穿起了一条裤子，而这件事的好处就是源源不断的毒品以及钞票。手下大黑等人从没见过这么好赚的钱，干活的时候脸都埋进钱袋里了。帮叔也同样高兴，不但收入提高，还也不用担心文斯特使坏，家里的情况也稳中向好。梅密正在家里摆弄着哈林区的选票，那股认真劲看得帮叔十分入迷。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帮叔拿出1万块用于资助选民登记协会的开销。而正当两口子你侬我侬时，伊丽丝带着小女儿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两口子紧张地询问了一下，结果得知伊丽丝两人目睹了一场警察暴力执法的过程，黑人男孩以及周围的几个路人都被打了一顿，这其中还有经常出镜的那位擦鞋匠。不仅如此，被打的几人还被警察抓到了警局，估计要被关上一段时间。看着被吓坏的小女儿，帮叔决定去趟警局。餐馆里，马尔科姆和来到这边的阿里也在聊着警察暴力执法的事。按照以前的条件，马尔科姆肯定要发表声明谴责这种行为，但眼下他在伊斯兰国度的职位还没恢复，所以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闲聊中，马尔科姆表示圣徒也已来到纽约，而为了重获职位，他需要阿里的支持。对此，阿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且还学习马尔科姆，将名字改为了卡修斯·艾克斯。另一边，曾被传不会再出现的文斯特副手，此刻正在林荫大道内和文斯特聊天。副手带回来2样东西，一个是土特产橙子，另一个则是新的发财门路黄色录像带。本来对于这个赚钱小妙招，文森特是不感兴趣的，但副手和欧尼的关系有些僵硬，文森特为了缓和一下，便把这门生意交由2人共同完成。想着文森特都能和帮叔化干戈为玉帛，副手和欧尼肯定也没什么大问题。帮叔这边带着律师来到警局，一眼就看到了铁窗里被关的众人，毫不例外，里面全都是黑人。那个修鞋匠因为伤势过重，正躺在椅子上轻声哀嚎。帮叔过去检查了一下，修鞋匠的额头和眼睛正在不停地流血。帮叔赶紧看了一下对方的伤势，并且做下保证，一定会带着无辜的黑人同伴离开牢狱。但看着下场如此悲惨的同伴，帮叔的眼泪一下涌出了眼眶。He needs medical attention. He's got a bandage. What was he arrested for? Inciting a riot. What does a shoe-shine man have to do with starting a riot? 帮叔看着眼前傲慢的警察，黑道大佬的霸气直接散发出来，说如果擦鞋匠死在这里，他必将掀翻整座监狱和警局。另一边的清真寺里，马尔科姆终于见到了圣徒，在表达回归的渴望后，马尔科姆表示阿里将会正式加入到伊斯兰国度，这对于教会来说可是件大事，毕竟阿里已经成为了重量级拳王，圣徒需要这种高知名度的人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圣徒对马尔科姆的回归是十分欢迎的，但条件却是要放弃之前的政治言论，这让马尔科姆犯了难。另一边，斯特拉知道了副手回来的消息，他有些恼火的来到了林荫大道，见到欧尼后，斯特拉气愤表示要杀了副手。话音未落，副手就晃晃悠悠的出现了。欧尼也没把这当回事，因为他们知道这小女孩说什么杀人纯粹是无稽之谈。政府办公室里，鲍威尔和梅密准备带领被抓黑人的家属去警察局里静坐抗议。这时帮叔也过来了。本来帮叔觉得鲍比尔是个议员，可以出面摆平此事，但鲍威尔早就给警局以及上级部门打了电话，得到的统一回复都是此案属于警局内部事务，考虑到静坐仍然太过拖沓，而且修鞋匠状态并不好，急需尽快治疗，帮叔只能另想他法。于是他去见了文森特，这个警局的局长是被文斯特收买的。帮叔想让文斯特出面给警长施压，一般来说，本就有种族歧视的文斯特是不会出面管这种事的，但谁让帮叔现在是合作伙伴呢？在对待伙伴的态度上，文斯特确实是没话说。与文森特分开后，帮叔又和马尔科姆碰了面。对于马尔科姆在这件事上的沉默，帮叔也有些恼火。这要是以前，马尔科姆肯定会带着教徒直接包围警局，可现在马尔科姆却要看圣徒的脸色。帮叔的话让马尔科姆陷入了纠结，而同样纠结的还有伊丽丝。作为亲生母亲，看着早上被吓坏的小女儿，伊丽丝多么想以母亲的身份去安慰她，可再一想自己之前的生活，有毒瘾就不说了，就连这孩子父亲是谁都不清楚，这要是被小女儿知道了真相，那还不得闹翻天。林荫大道内，文森特找来了警长，完事就说起了送医治疗一事，可没想到的是，警长还挺强硬，送医治疗根本不可能。不仅如此，警长还知道了文斯特和帮叔的关系，所以警长打算从帮叔手上也收点保护费。另一边，斯特拉去见了泰迪的母亲，并且还拿出一把手枪，这是他给泰迪报仇的工具。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泰迪母亲并不支持这种做法。大街上，
帮叔去接小女儿放学回家，但走了没一会，警长突然出现并拦住了帮叔，一下来就把自己傲慢的气质暴露出来，还当着孩子的面说要收取保护费，甚至会因为肤色更黑，收取的保护费更多，甚至还凶了一下帮叔的宝贝女儿，气得帮叔直接呛了一句，却就因为一句话被强制搜身，还把他的成名利器给收走了，说如果今天不把钱带来，就让他再坐5年牢。看着女儿被吓得不轻，帮叔的霸气直接露了出来。当天下午，帮叔就去找了文森特，他要了警长的家庭住址。文森特本想劝说一番，但帮叔希望文森特能够换位思考一下，在自己女儿面前被肆意侮辱，而且还用刀架住脖子，这种事放谁都不能忍。听到这儿，文森特也没再坚持，清真寺里，马尔科姆带着阿里去见了圣徒，圣徒表示会给阿里取个新名字，而马尔科姆给取的卡修斯·艾克斯并不能代表真主的意思。这句话让马尔科姆直接尬住，随后圣徒便说出了穆罕默德·阿里这个名字，他的教会意思是被真主疼爱的冠军，而他也终将会成为拳击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欢迎阿里加入的同时，圣徒又提醒马尔科姆必须要放弃暴力对抗的政治言论，否则就只能是另谋出路了。警察局里，鲍威尔与维密带着一群黑人家属过来抗议，他们选择的方式是静坐唱歌，另外还带着摄影师用于拍照宣传。警长被这一出整得有点猛，但除了有点吵之外，也没什么能改变警长的态度。另一边，文森特的副手正在制作录像带，恍惚间副手听到身后有动静，又回头一瞧，只见斯特拉正端着枪快步靠近。面对枪口，副手紧张的赶忙劝说，但斯特拉显示做好了心理准备，扣动扳机一枪打中了副手的大腿。听到动静的欧尼跑了过来，见到斯特拉发飙，欧尼也有些傻眼。中枪的副手一边咒骂斯特拉，一边让欧尼开枪干掉他。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欧尼居然调转枪口，对着副手脑袋开了一枪。欧尼的选择显然也出乎了斯特拉的意料，这恋爱脑的男人确实有点傻。再说回警局这边，正当鲍威尔他们合唱之时，帮叔带着马尔科姆走了进来，他递给警长一个信封，警长以为里面是钱，他打开一瞧，除了纸以外只有2个字：给家里打电话。警长有些茫然，但当家里电话被接起时，警长顿时慌了，因为电话的另一边正是帮叔的手下，而警长的家人已经被绑了起来。在这个威胁之下，警长不得不妥协。很快，修鞋匠被医院接走，鲍威尔以为是自己的抗议活动起的作用，脸上扬起了自信的笑容。而在另一边，副手被杀的文森特还蒙在鼓里，但和帮叔的合作让他赚了个盆满钵满。原本还打得头破血流的两人，如今已经是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了。这是帮叔新开的俱乐部，装修豪华，服务多样。闲谈中，帮叔还拿文森特的外号大下巴开起了玩笑，但这时手下过来报告，说是毒品交易的仓库出了点问题。听到这儿，两人脸色立马拉了下来，等一同来到了仓库，结果就看到房梁上挂着2具尸体，一黑一白，分别是邦威和文森特的一个手下。相比较下，仓库里的毒品并没有丢，显然这是一个警告。研究来研究去，眼馋这门生意并且会动手的人，必然是其他4个家族。这里面香蕉桥的嫌疑最大，其次就是科鲁伯家族最新上任的老大马格里奥科。说起此人，文森特并不相信会是他，因为马格里奥科能当上老大还是文森特的支持，并且他俩还有着20年的交情。但不管怎么说，在事情还没有明朗之前，帮叔和文斯特必须要团结一致。俱乐部里，鲍威尔也过来了，跟他一同出现的还有帮叔的老情人艾米。作为支持民权法案以及女权斗争的白人女性，艾米为这项事业赞助了100万资金。过2天她还会接受记者的采访。鲍威尔本来的想法是想着让艾米和梅米认识一下，从一个黑人女性角度了解更多的民权斗争，但鲍威尔并不知道艾米就是那个小三。这一碰面，两人都很不自在，聊了没几句便切断了话题。另一边，马尔科姆回到了家里，在他身后还跟着监视的调查局探员。刚一到家，妻子贝蒂拿出2封信，一封是水电费催缴单，这些东西之前一直由教派负责，但现如今不愿放弃政治言论的马尔科姆和教派形同陌路，对方自然也就不会再为其花钱了。第2封则是一个小三逼宫的自白，而且这小三还自称是伊丽丝。读完信的马尔科姆明白，这是有人栽赃陷害，他做了解释，但这种事就像吃了个苍蝇一样，虽无大碍，但却很恶心。第2天，斯特拉和欧尼见了一面。如今距离副手被杀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文斯特一直以为副手是因为拍录像带而回到之前的城市，但这种情况肯定瞒不了多久，所以欧尼提醒斯特拉，不管后面发生什么，他俩必须先把嘴管严实了。仓库里，帮叔正在安排被杀手下的后事，这时香蕉桥找了过来。对于发生的这些事情，香蕉桥没有承认，不过他这次来却是想让帮叔抛弃文森特，转而和他合作，甚至香蕉桥还愿意让帮叔拿60%的利润。这要是搁以前，帮叔没准会答应，可从最开始，帮叔早就找过香蕉桥，结果这大哥当初害怕这害怕那的，
愣是拒绝了帮叔。现如今再舔着脸过来求合作，帮叔肯定不会接受，更何况还是这种出卖伙伴的做法，更不是帮叔会做出来的事。而面对帮叔的拒绝，香蕉桥没有放弃，在给出1天时间考虑后，香蕉桥离开了。与此同时，另一方的老大马格里奥科正在和文森特叙旧，说当年文森特结婚的时候，马格里奥科还去参加了。现在文森特的手下被杀，8成是甘比诺和卢切斯两大家族干的。毕竟这俩家族经常穿同一条裤子，而且有事没事就会干涉其他家族。但如果文森特能和他还有香蕉桥合作，那就不用担心那其他的2大家族了。至于帮叔这种过气的黑人帮派，早晚都会被淘汰掉。听了马格里奥科的话，文森特陷入了沉思。一夜过去，马尔科姆与伊丽丝在餐馆见面，信的事不用多说，那很明显是假的，但其背后的人才是马尔科姆最担心的。目前嫌疑最大的自然是伊斯兰国度，为此马尔科姆想让伊丽丝留在清真寺里当个耳目，伊丽丝同意了。这种能帮助救命恩人马尔科姆的事，他当然义不容辞。议员办公室里，鲍威尔从梅米这得知了和艾米尴尬的原因，对此鲍威尔也没办法多说什么，但他还是希望梅米能够和艾米接触一下，因为这可以让白人女性了解到黑人的生活。鲍威尔的话牵扯到了更高的视野，梅米也答应得很快，两人立马约着见了一面。艾米也是懂事，为了缓解尴尬，主动向梅米保证，他和帮叔的关系已经成为了过去。最后两人就民权和女权进行了交流。考虑到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梅米还把艾米直接带回了家。与此同时，斯特拉再度找上欧尼。关于保密，斯特拉做了件错事，他此前把副手被杀的消息告诉给了泰迪母亲。一听这话，欧尼差点就疯了。为了保险起见，必须得让泰迪母亲离开纽约。没过多久，欧尼带着5000块去见了泰迪母亲。本来泰迪母亲还不想走，可欧尼却直接掏出了手枪。见此情况，泰迪母亲也没办法坚持。另一边的清真寺里，伊丽丝正在被上校为首的管理者进行审查，他们要确定伊丽丝是对教会忠诚还是对马尔科姆崇拜。这关要是过不了的话，伊丽丝肯定会被赶出教会。而为了留在这里做内应，伊丽丝冷静地把马尔科姆诋毁了一番，完事还不忘吹嘘一下圣徒。这番话很起作用，伊丽丝留了下来。但随后有个年轻信徒找到伊丽丝，他被伊丽丝的话所感动，并且旁敲侧击地说要灭了马尔科姆的口。这话可是把伊丽丝给惊到了。本来他想打电话提醒一下，但马尔科姆家的电话欠费，他只能硬着头皮亲自走过去。另一边，帮叔派人暗中跟踪了马格里奥科，却发现此人和香蕉桥以及文森特都碰过面，眼下又出现在了文森特的窝点，这让帮叔有些不安。他害怕文斯特会出卖自己，于是乎帮叔带着手下来到了文斯特这边。刚一见面，双方就剑拔弩张了起来。文斯特在一旁使劲的劝，虽然让香蕉桥他俩加起来会让利润下降，但与钱相比，家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文森特不想为了这点利益和香蕉桥他们打架，所以他希望帮叔能够理解这个局势。而为了商讨合作细节，文森特提议在帮叔的俱乐部开个会。事已至此，帮叔想反对也不可能了。办公室里，马尔科姆把那份诋毁信给鲍威尔看了一下，他想知道这是会不会是调查局干的。鲍威尔觉得有这个可能，而这背后说明的问题是清真寺有调查局的眼线。除此之外，鲍威尔也提醒马尔科姆要时刻小心，不管是调查局还是伊斯兰国度。带着这份提醒，马尔科姆回到了家，结果这刚一回来就看到伊丽丝和老婆在聊天。考虑到信件带来的误会，三人坐在一起还是有些尴尬。而同样尴尬的还有帮叔，他与马尔科姆一样，一回到家就碰到了梅米和艾米。在强装镇定之后，帮叔得知了采访的事，为此帮叔就建议让艾米带着梅米一起去参加，黑白合作才能更好地体现民权。夜晚，调查局的人还在马尔科姆家外监视，但粗心的他们并没有发现有个天然伪装的黑人小伙钻进了马尔科姆的汽车，并且还在里面安装了炸弹。这个小伙就是清真寺的年轻信徒，可不等他离开，一支手枪就顶住了他的脑袋。被伊丽丝提醒的马尔科姆早就在等待了。马尔科姆对小伙的做法很痛心，这完全是不能被理解的行为。教育了小伙一番之后，马尔科姆直接把炸弹扔给了监视的探员，还嘲讽了一番对方的责任心。俱乐部里，帮叔和文斯特等人碰了面，谈到合作。香蕉桥一改之前对待帮叔的态度，只愿分给帮叔半成利润。这话一出口，帮叔当时就站起来了。一旁的文森特见此接过了话茬，说我们俩自己做起的生意确实挺大，但是这个香蕉桥几个月前不是刚刚拒绝了你吗？现在又像是输不起一样舔着脸上来了，还斥责了自己的好兄弟，说他跟谁发展不好，却跟着香蕉桥这种小人。 You know, when I doubt friendships, there is no friendship. Don't move, motherfucker, or you next. Consider that a warning. 这段其实是改编比较大的，根据现实发生的事情，马格利奥特并没有被枪杀，但因为他们确实有密谋刺杀，结果被黑手党委员会给发现了。最后马格利奥主动退休保全了自己。再说回来，
随着邦叔和文森特的强势表态，梅密和艾米的采访也是惊喜亮相。在这段意义重大的黑白合作下，马尔科姆两口子也和伊丽丝共同享用晚餐。黑白合作的优点就像历史进程一样推进，直到下一次敏感事情的发生。以上是《哈林教父》第2季前4集的内容。不过，即使是现在强大的合作关系，文森特和邦叔之间真的不会出现问题了吗？而斯特拉与欧尼又会为隐瞒真相做些什么呢？影片内容十分有限，如果你喜欢追剧又没有时间，那不妨订阅点赞。接下来会有更多一口气剧集解说。我是约翰，我们下期再见。